这场位于月下迷宫的大战最终以暗殿惨败告终。而所有人都知道，扭转这场战局的关键人物不是远古精灵的落空大人，而是楚风。虽然这场战争胜利了，可是远古精灵却不敢松懈，他们第一时间返回了精灵王国。毕竟现在暗殿已经可以说是与远古精灵全面开战了，所以远古精灵必须尽快赶回去才行。回去之后，他们怕也是无法休息，而是要继续与暗殿开战。不过远古精灵并不是第一个走的，第一个走的是王强，那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溜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而在远古精灵离开后，众位人族以及妖族的强者们也是纷纷离开，准备加入青木山的直接去青木山报道，至于其他人则是也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毕竟经过此事，他们也都见识到了暗殿的实力，他们也怕暗殿有援军来此，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离开。楚风少侠。然而就在人们都纷纷离开之际，一个有些怯懦的声音忽然响起。顺声观望，楚风发现那是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不仅是他，南宫地族、北唐地族、东方地族的太上长老也都在。他们本是代表各自的家族来月下迷宫抢宝贝的，与其他人一样，宝贝没有抢到，反而差点死在蟠桃树那里，是被楚风救的。后来也随着众人一同来到此处，与暗殿之人开战。本楚风救后，心怀感激来做这些，也都是理所应当的。大战结束，他们也应该高兴才是。可是眼下，除了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外，那三族的太上长老脸色都有些不正常。简单的说，那是胆怯。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们今日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想当初，他们高高在上，都不将楚风放在眼中，觉得楚风是一个一口唾沫就能淹死的小角色。可是现在再看，他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以楚风现在的实力，独自一人就能抹杀他们四族。若说他们不害怕，那是假的，他们真的是害怕楚风报复他们。几位前辈，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便是暗殿。至于我们，乃是同盟。楚风知道这几位心中所想，于是笑着说道：“楚风小友，果然是大人有大量。当初实在是老夫有眼无珠，太过小肚鸡肠了，我爱惭愧啊。”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率先说道。此刻他的脸上涌现出了惭愧之色，而其他几族的太上长老也同样如此。他们之前与楚风和解，只是迫于南宫龙剑的逼迫，不得不与楚风和解，可却并未感觉愧对于楚风。现在楚风明明有灭他们全族的能力，但楚风现在站在他们的面前，却如此的坦然，不仅对他们没有敌意，反而拿他们当盟友来看。楚风此举让他们心服口服，想不惭愧都难。前辈们，快些回去吧，暗殿心狠手辣，我劝你们最好也做一点防范措施。楚风笑着说道。多谢楚风小友提醒，那我们这就走了。听得楚风之话，几位恍然大悟，今日他们算是与暗殿结下了梁子，暗殿若不善罢甘休，怕是要袭击他们，他们必须做好防范，至少让族人安全才行。而暗殿如此强横，可与远古精灵抗衡，所以暗殿若是攻打他们，这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他们此刻也是急匆匆的离去了。当四大地族的几位走后，此处便只剩下了楚风与练兵仙人两位。楚风，你还真是大人有大量，如此胸怀，老夫没有看错你。只是哪怕如此，可你成长的速度仍然是令我大跌眼镜啊。练兵仙人笑着走了过来。前辈，您这可就过奖了，晚辈会脸红的。楚风故作娇羞的捂了一下脸，他与练兵仙人也算是老相识，所以在他面前并不拘谨，开始原形毕露。你小子啊，明明已是5至圣土的顶尖强者，居然还这么顽皮，若是让那些崇拜你的丫头知道，不知道会怎么想啊。练兵仙人哈哈一笑，但却不由想起了第一次看见楚风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楚风是那样的弱小，5至圣土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轻易的抹杀他。可是现在楚风不仅成为了5至圣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更是具备顶尖强者所具备的所有实力。从之前楚风布阵的手法来看，练兵仙人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已经超过了他。以楚风的结界之术，若是想制造地兵，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修为上，他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被楚风超越的。这个时代，天才级的小辈层出不穷。假如真的会出现帝王，在练兵仙人来看，这帝王非楚风莫属。楚风，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只是随口一问，你不必多想。忽然，练兵仙人的表情变得不太自然。前辈可是想问百里星河的死？楚风从练兵仙人的表情就猜到了练兵仙人想问的是，正是。练兵仙人现时犹豫了一下，这才点了点头，随后问道：“他是你杀的吗？”说这话的时候，练兵仙人的眼睛一直盯着楚风的眼睛，虽然没有敌意，但他却渴望知道真相。这一刻，楚风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复杂。最终，但他没有隐瞒，而是如实说道：“百里星河虽不是我杀，但的确与我有关。前辈，楚风是想要道歉，虽然他并不觉得弄死百里星河有何不对，可是他却觉得有些愧对练兵仙人。他看得出来，练兵仙人对百里星河这位弟子是很有感情的。谢谢你，楚风，你能告诉我实话，老夫已是非常安危。不过你千万不要道歉。”可楚风还未开口道歉，练兵仙人便抢着说话了，且继续说道：“我那弟子什么德行？其实我最清楚，他喜欢紫菱与苏柔，还多次缠着他们二人，只是始终被拒绝。于是他便开始憎恨你，这我都知道。所以就算他的死与你有关，但我知道事情肯定不怪你。前辈，说句不该说的，百里星河乃是咎由自取。”楚风说道：“是啊，所以我想通了，他的仇我不报了。”练兵仙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便知道练兵仙人是有报仇之心，可内心也在挣扎，但楚风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其实楚风是不希望练兵仙人为百里星河那种人渣报仇的，尤其是
练兵仙人若为百里星河报仇，就必然要杀冷月。但冷月是天道府的第一弟子，天道府拿他当未来顶梁柱培养。练兵仙人若杀了冷月，天道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当真是得不偿失。就在此时，苏柔与苏美忽然娇躯一颤，同时发出了一声轻哼。见状，楚风与练兵仙人皆是神经一紧，赶忙上前查探。当一番仔细的查探，发现并无异样后，二人才松了一口气。前辈，紫菱现在何处？忽然，楚风问道。苏柔与苏美在昏迷，楚风就算没那么担心，可依旧担心。但楚风了他们两个外，楚风同样也很牵挂紫菱。其实，相比于苏柔与苏美，在楚风的心中，对紫菱的感情其实还是更深一些的。毕竟楚风与紫菱共同经历的更多一些。只是自从离开九州大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楚风对紫菱的陪伴就很少，所以楚风对紫菱的愧疚也就更深。紫菱被那位大人接走了，而在那位身边，紫菱绝对安全。所以楚风，你不用担心紫菱。练兵仙人对楚风说道。被接走了？楚风一愣，问道：为何接走？他没有多说，只说是好事。练兵仙人说道，似是怕楚风担忧。练兵仙人又补充道：放心吧，在我看来，那位大人的实力不弱于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所以在他那里很安全，你不必担忧。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动，精灵国王何其强大，在楚风看来，他应该就是五之圣土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而现在，练兵仙人居然拿那位前辈以及10仙之中排名第一的通天仙人来与精灵国王比，难道说五之圣土真的有与精灵国王一样强横的存在？那也就是五帝巅峰，无限接近半祖的存在了呀。莫非五之圣土不止精灵国王一位五帝巅峰？楚风问道。在与仙喵喵接触的时候，楚风已然知道了精灵国王的修为9品5帝，五帝巅峰。若是那通天仙人与那位神秘的盲眼老者与精灵国王修为一样，那他们应该也都是9品5帝才是。据我所知，通天仙人的确是五帝巅峰，但是那位大人，说实话，他是何修为，我不知晓。练兵仙人说道。这样说来，前辈你也不了解那位前辈？楚风问道。我与他的确是旧相识，但对他却所知甚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讳。练兵仙人苦笑着摇了摇头。那位前辈的确神秘，不过想不到通天仙人竟也那样强横，实力竟能与国王大人媲美。通天仙人的修为的确令楚风意外，本来他觉得通天仙人是与灭世仙人同一境界，都是8品5帝，可他没有想到通天仙人竟是5帝巅峰。通天仙人可是亲帝在世之时就名扬于世的强者，只是他不爱争名夺利罢了，至于实力可是极强的。练兵仙人说道。通天仙人人品如何？他不会也加入暗殿吧？楚风担心地问道。暗殿如今展现的实力太恐怖了，已经有那么多高手加入了他们。楚风真的担心通天仙人也加入暗殿，毕竟听练兵仙人的意思，通天仙人的年龄已过万岁，作为人类能活这么久，太不可思议了，恐怕已是寿命极限。而暗殿殿主来自天外，知道很多五之圣土之人所不知道的妙法，若是他拿出能够为其延年益寿的方法，搞不好通天仙人会为其做事。这点放心，通天仙人不会臣服于任何人。练兵仙人很是肯定地说道。那样便好。听得此话，楚风放心了不少。而就在此刻，那本昏睡的苏柔苏美猛然睁开了双眼。不仅如此，二人更是站起身来。小柔小美，你们醒了。见二人苏醒，面色大喜，楚风赶忙关切地迎了过去，抱住了二人。可是此刻，楚风却是瞳孔一缩，面容大变，居然猛然推开了苏柔与苏美，随后厉声喝道：你是谁？眼见着楚风居然看着苏柔和苏美，问他们是谁。练兵仙人也是一惊，赶忙过去查看，这才发现的确是苏柔与苏美啊。于是他很不解地对楚风说道：楚风，你怎么了？这可是小柔与小美啊。不，他并不是。楚风摇了摇头，随后再度对其厉声喝道：你究竟是谁？快说！此刻的他真的是慌了。苏柔与苏美的面容没变，可是楚风一眼就感觉到了不对，明明就站在苏柔与苏美的面前，可他感觉到的却是无比遥远的陌生感。你叫楚风对吧？忽然，苏柔与苏美的口中同时发出了这个声音，不仅语句一样，就连声音也是一模一样。你是谁？听得此话，练兵仙人也是大惊，因为他也意识到了，此刻苏柔苏美已然不是真正的他们。抱歉，你爱人的身体，我需要用一段时间。苏柔与苏美说道，话音落下，便拔空而去，化作一道劲风，快速地向远处飞掠而去。站住！见状，楚风彻底慌了，不敢犹豫，施展出全力，便追了上去。与此同时，练兵仙人也追了过去。这种情况很是明显，苏柔苏美的肉身被夺了，而他们两个的灵魂还不知道死没死去。站住！你是不是月仙？你欺骗了我！你明明说要将你的力量给予他们，怎么能够占据他们的肉身？亏我这样相信你！楚风无比愤怒地嘶吼着，他知道那占据苏柔与苏美肉身的不是月仙就是月魔，而看这样子很有可能是月仙，因为刚刚那位说话的声音与楚风在梦境中听到月仙的声音是一模一样。你不用继续追了，我说了，只是借用一段时间，他们两个还活着，等我做完了想做的事，他们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那位继续说道。话音落下，那位猛然加速，裙摆舞动之间便消失在了楚风与练兵仙人的视线之内，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不！而当看到对方消失后，楚风顿时疯狂地大吼起来，与此同时速度丝毫不减地继续去追。不过可惜，不管他怎么追赶，都再也看不到苏柔与苏美的身影了。楚风别追了，对方太强了，至少都是5帝巅峰，我们追不上去的。练兵仙人劝道。不，我不能放弃小柔和小美，不管，我不能。然而楚风却并未减速，很快的他便飞出了月下迷宫，可依旧找不到苏柔与苏美的身影。
他开始漫无目的的乱飞，眼睛血红，简直快要抓狂。见状，练兵仙人一把抓住了楚风，强行将他拦了下来，说道：“楚风，你冷静一下，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追不上他。依我看，那是月仙占据了苏柔与苏美的肉身，他应该并无恶意，否则以他的实力，大可以杀了我们，没必要与你解释。”练兵仙人极力劝导，因为楚风此刻的状况太糟了，他印象中的楚风是波澜不惊、处事不乱，就算天塌下来也能够从容面对的人。可是现在的楚风不仅乱了，更是快疯了。这样下去，他不知道楚风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在练兵仙人的劝阻下，楚风虽然没有继续追，可也没有说话。此刻的他情绪很不稳定，毕竟那可是他挚爱的女人苏柔与苏美。最重要的是，还是他亲自将那月魔融入了他们二人的体内，所以楚风非常自责。在他看来，是他害了苏柔和苏美。楚风，我们走吧。练兵仙人继续劝导，因为楚风出来的匆忙，并没有隐于虚空，而现在又在月下迷宫之外，所以他们二人早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围观之人正在对他们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人笑眯眯的和他们打招呼，想要套套近乎。毕竟无论是练兵仙人还是楚风，都是五之圣土上真正的大人物。而练兵仙人劝楚风走，倒不是他怕这些围观之人，而是他担心楚风。他从未见楚风的情绪如此不稳定过，他不知道这样的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所以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他觉得还是远离人多的地方为妙。楚风，总算找到你了。而就在此刻，忽然一道怒喝响起，忽然如同雷鸣一般，在人群之中炸响。与此同时，一群人马也是浩浩荡荡的突围而出，直接来到了楚风与练兵仙人的近前，竟将楚风与练兵仙人团团围住。那是天道府的人马，其中有一部分楚风很熟悉，那是之前与楚风等人一同进入月下迷宫的天道府之人。不过还有一部分人楚风没有见过，那可能是天道府后赶来的人马，因为此刻为首的是一位留着满脸络腮胡的黑脸老头。这个老头长得凶神恶煞，并且还有着6品5地的修为，他同样是天道府的当家长老，名为匡魁。而这个匡魁与岳灵长老的关系非常之好，传闻二人当初在天道府便是同门，并且还是结拜弟兄。所以此刻的匡魁满面怒容，那看着楚风的眼神恨不得将楚风给活活瞪死。显然是他知道了岳灵长老被逼死，前来找楚风麻烦的。匡魁，我劝你最好不要找麻烦。练兵仙人发现匡魁态度不对，于是冷声说道，并且他不仅仅是说那么简单，说话之间还散发出了浓郁的含义，大有一种匡魁若继续纠缠他便出手的架势。莫说此刻楚风的心情很糟，实际上练兵仙人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的不好。毕竟苏柔苏美在他那里也是待了一段时日，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如今苏柔苏美的肉身被夺，他怎能不急？见练兵仙人说出此话，那位匡魁长老也是眉头一皱，但是他并没有退缩，毕竟他若是退缩，那丢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人，还是天道府的人。回到天道府可是要受罚的。于是他不仅硬着头皮，反而故作强势的对练兵仙人说道，练兵仙人，我尊你为仙人，可是楚风与我天道府的事，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楚风小友的事就是我练兵的事。练兵仙人很是强硬的说道。匡魁长老没有想到练兵仙人的态度会如此坚决，这绝对是无论如何都要替楚风出头的架势啊。练兵仙人，这楚风不仅间接的害死了我天道府的赵鱼长老，更是逼死了我天道府的岳灵长老，这件事你确定要管？匡魁长老知道他们不是练兵仙人的对手，于是只能拿天道府来压练兵仙人。什么？楚风害死了赵鱼长老，还逼死了岳灵长老，那两位不都是6品5地吗？怎么会被楚风给害死和逼死？在月下迷宫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刻不明真相之人皆是满头雾水。天道府的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月下迷宫之时，楚风小友发现那里有危险，便要带我们走。岳灵长老非说楚风小友是贪图宝物，说楚风小友是欺骗我们，非让我等留下。后来还发誓，若是他冤枉了楚风小友，他便当众自杀。再后来，那里出现了一座沙阵，是楚风小友救了我等的性命，而岳灵不好食言，才当众自杀的。至于那赵宇，他贪图月下迷宫的蟠桃，便下药迷晕楚风小友，若不是我等及时赶到，怕是楚风小友就要遭遇不测了。至于赵宇的死，乃是因为独自一人吃了上千颗蟠桃，毒发身亡，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天道府的，你们自称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可是此次月下迷宫之行，你们什么好事都没干，不仅不做好事，反而恶事做尽，差点害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现在居然还诬陷救了我们的楚风小友，你们还要不要脸？然而就在此刻，忽然有人高呼一声，仔细一看，这位居然不是人，而是一只蜥蜴面容的妖兽。虽然只是半地巅峰的修为，可是此刻却胆敢冲撞天道府，显然他也是之前一同进入月下迷宫经历过一切的人，胆敢诬陷我天道府。蜥蜴妖族，你是要与我天道府作对吗？匡魁长老剑眉倒竖，怒声喝道。此话一出，天空都为之变化，冰冷的寒意让6品5地以下修武者皆是阵阵发抖，尤其是那位蜥蜴妖兽，他此刻更是被那股威压震得连连后退。这位匡魁长老显然是要用天道府的力量压制所有人，这是要强制性的颠倒是非了。而这一刻，那位之前说话的蜥蜴妖兽此刻也是犹豫了，他自己倒是不怕死，只是他蜥蜴妖族的死活他不能不管。事实胜于雄辩，之前在月下迷宫发生的事，有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不是你天道府能够改变的了的。之前在月下迷宫被楚风小友救过的兄弟们，我们都欠楚风小友一条命，而楚风小友不需要我们害命，可天道府居然颠倒是非，想要冤枉楚风小友。这种时候，我们总该要为楚风小友说一句话吧？若是我们连一句话都不敢说，我们还配做人吗？还不如死在月下迷宫算了。忽然，
人群之中又有一位浓眉大眼的大喊，高声呼喊起来。他也是在月下迷宫内被楚风救过的人，之前在天道府内他就曾质疑过楚风，可楚风不计前嫌，还是救了他们的命。至于后来楚风号召众人去与暗殿作战，他因为实力不够，所以没能去，这导致他感觉自己对楚风十分的亏欠。而现在天道府居然冤枉楚风，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对，事实胜于雄辩，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月下迷宫内所一切种种事情，皆是你天道府的人不对。如今不给楚风小友道歉也就算了，天道府居然还要颠倒黑白，诬陷楚风小友，你们天道府还要不要脸？你们真不配自称替天行道的名门正派。天道府卑鄙无耻，枉为正派，滚出五之圣土！一时之间，无数人站了出来，不仅替楚风说话，甚至开口辱骂天道府。这一幕让不明真相之人一个个的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的号召力会如此之强。要知道，那些为楚风说话的人可都是与楚风没有关系的人啊。可是眼下他们居然敢为了楚风这样顶撞天道府，甚至辱骂天道府，这是明摆着是要与天道府为敌啊！你们此刻，匡魁长老气得脸色发红，咬牙切齿，强壮的身躯都在瑟瑟发抖。练兵仙人也就算了，这些小杂碎也敢这样与他天道府作对，他天道府的威严何在？你们可真是找死啊！果不其然，匡魁长老没有忍，他怒喝之际，猛然高举右手，手掌摊开，顿时风起云涌，一股磅礴的威压化作巨大的漩涡，滚滚翻腾之间，已然覆盖这方天地。随后层层杀意笼罩了之前所有辱骂他天道府的人。他这事可不是要威慑众人这么简单，他这是要大开杀戒，要当众杀掉所有敢与天道府作对的人，以此立威。然而就在此刻，忽然一道自天际奔腾而过，与此同时，身影已是如同鬼魅一般站到了匡魁长老的近前。是楚风。楚风不仅来到了匡魁长老的近前，眼中更是杀气腾腾。他二话不说，手中的盘龙怒斩猛然挥动，只听咔嚓一声，鲜血喷涌之际，匡魁长老便被其斩成了两段。这一刻，天上地下一片寂静，就连练兵仙人也是愣在了那里，震惊，无与伦比的震惊。那些不知道楚风实力的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楚风一个小辈，竟然只是一招便斩杀了天道府的当家长老，名震五之圣土的六品武帝。而抛开修为不谈，人们同样也是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敢当着众人的面斩杀天道府的当家长老。楚风，你胆大妄为，竟然敢杀我天道府的当家长老！你这是忽然？一位天道府的长老反应过来，指着楚风便要破口大骂。如果说他是单对单的与楚风在一起，他绝对不敢这样与楚风说话。可是现在这么多人都在，而天道府又威名赫赫，楚风杀了匡魁更是理亏，所以他才底气十足，毫不忌惮地斥责楚风。然而那位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再度挥动，一道银光破空而过，虚空都是一阵抖颤。那位如同匡魁长老一样，已被楚风斩切成了两段，死的不能再死，想死的就继续说。楚风此刻的声音冰冷无比，仿佛没有一丝情感，有的只是浓浓的杀意啊！感受到楚风这浓烈的杀意，在亲眼看到楚风眨眼之间连续斩杀两位长老，天道府的人都是赶忙闭上了嘴，一个个的神情慌张，恐惧不已，甚至没有人敢看向楚风。先前还气势汹汹想要找楚风讨个说法的天道府，此刻全部低下了头，不敢言语。莫说是天道府，就连此刻的围观之人也是为之胆寒。尽管早就听闻楚风的大名，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楚风竟会如此狠辣，竟会如此凶残，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可是楚风展现出的实力不会是假的，人们此刻感受到的杀意不会是假的。都给我听好了，天道府也好，暗殿也罢，若要与我楚风为敌，大可来找我，我楚风绝对不惧。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双我杀一双，有多少人我便杀多少人。楚风声音如雷，响彻天的，虚空颤抖的异常激烈，就仿佛连苍天都被楚风这番话所吓到了。苍天已是如此，更何况围观之人，莫说不明真相者，就连先前维护楚风、替楚风说话的众人，此刻也被楚风吓到了。至于楚风，他说完此话便扬长而去，他已是懒得再与众人废话，他真的没有这个心情。天道府的，我劝你们识相一点，楚风虽然只是一个小辈，可他却不是能任你们欺辱的人，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与楚风过不去，否则你们会后悔的。练兵仙人也是凝重的提醒了一句，他说的是实话。如今的楚风胆敢与暗殿为敌，楚风的盟友乃是远古精灵，天道府在人族之中的确是最强的三大势力之一，可与远古精灵比的话，仍是差了许多。天道府若执意与楚风过不去，那便是自取灭亡。但是天道府好歹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五之圣土的老牌势力，身为五之圣土之人，练兵仙人也不希望天道府灭亡。可是假如天道府不听劝，执意还要与楚风过不去的话，那么练兵仙人也不会放过天道府。楚风，你冷静点了吗？练兵仙人追上了楚风，我没事，只是我怕小柔和小美有事。楚风冷静了许多，可是对苏柔与苏美的担心却是分毫不减，那份自责更是不减反增，神情很是凝重。见楚风如此，练兵仙人则是长叹一声，他知道这种时候劝楚风什么都没用，因为什么道理楚风都懂，所以他没有多劝，而是问道：那你现在有何打算？回青木山。楚风说道：回青木山。听得此话，练兵仙人顿时神情一变，说道：楚风，现在青木山是你最不该去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与暗殿彻底撕破了脸皮，灭世仙人又逃了回去，估计暗殿殿主若是知道是我破坏了他的计划，也一定不会放过我，而他们想要找我，就一定要去青木山。楚风说道：既然你都懂，
为何还要回去？练兵仙人说道。不然呢？难道要我去精灵王国，躲在精灵王国的庇护下，然后让青木山的所有人，那些我的亲人朋友，暴露给暗殿，让暗殿任意宰割？楚风说道。楚风，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人要以大局为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你练兵仙人继续劝着，练兵前辈，这是你的至亲之人有难，你可会置之不理？楚风问道。练兵仙人有些犹豫，我知道前辈不会，我楚风也同样不会。楚风说道。那好吧，练兵仙人也是无话可说，他知道楚风很是倔强，最关键的是楚风重情重义而扪心自问，他之所以如此欣赏楚风，也正是因为楚风注重情义。于是他说道，既然你执意要回去，我与你同去青木山。当楚风与练兵仙人走后，月下迷宫的这场大战算是彻底落幕了。此次进入月下迷宫，虽然大部分人空手而归，可的确有许多人在月下迷宫内获得了宝贝。月下迷宫的宝贝都不是寻常之物，个个价值连城，甚至有的宝贝是能够掀起血雨腥风的。不过对于人们来说，最令他们不可思议的，反倒并非是被人们从月下迷宫内带出的宝物，而是此次月下迷宫发生的2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便是暗殿与远古精灵的大战。尽管与暗殿大战之后，那些高手便纷纷离开，可是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总有嘴巴快的人。这件事还是很快被传播开来。当人们知道暗殿是能与远古精灵抗衡的势力，并且月下迷宫的地图是他们传播的，而他们的目的竟是要用人们的死来召唤传说中的月魔后，所有人对这个暗殿都是恐惧不已，意识到这个忽然崛起的神秘势力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存在。毕竟之前暗殿就放过话，他们是要统治5支圣土的势力，而现在暗殿又做出了这种事，人们怎能不惧？至于第二件事，便是楚风与天道府的恩怨。虽然在月下迷宫之内，天道府的月灵长老与赵鱼长老的确是做了对不起楚风的事，但是当匡魁长老质问楚风的时候，楚风竟然二话不说，直接出手将其斩杀。这种行为绝对是对天道府的藐视。虽然也有人说远古精灵已经与楚风联盟，可是在许多人族心中，天道府可是不弱于远古精灵的存在，所以他们都觉得楚风是要大难临头，因为以天道府的性格，此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然而在这些事情快速的在5支圣土蔓延的时候，楚风却已然与练兵仙人回到了青木山。回到青木山后，楚风便闭关了，他要倾其结界之术，研究一座大阵，一座连5帝巅峰也无法攻破的大阵。这座大阵非常难，以楚风的结界之术，想要布置成功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楚风还是要做，因为如今的青木山非同小可，尤其是当月下迷宫的事情过后，就连张天翼父子也来到了青木山之中。可以说现在与楚风有关系的所有人，如今几乎都聚集于青木山之中，而眼下与暗殿的大战已然开始，楚风必须拼尽全力保护这些人。而在楚风闭关的日子，练兵仙人以及百里玄空、南宫龙剑、张天翼父子、白若尘、江无伤等人始终守护在楚风闭关之所的门外，可谓是寸步不离。他们都很担心楚风，因为楚风自打回来后，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了。而他们也都知道，楚风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苏柔苏美。楚风小友还没出关吗？一位老者走到练兵仙人近前，颇为担心地问道。这位老者不仅有着与练兵仙人同样强横的修为，更是有着与练兵仙人同样的名气。此人乃是无量仙人。楚风这个小鬼怎么如此倔强？若是守护一个人也就罢了，青木山这么大，他竟想布置一座能够抵挡5帝巅峰的阵法，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吧？他这样下去，搞不好可是会走火入魔的。一位雪发女子说道。这位同样是5支圣土几位龙纹界灵师之一，正是当初想要收楚风做弟子的雪发仙人。无量仙人与雪发仙人都与远古精灵关系不错，得知远古精灵与暗殿开战后，便前去帮忙，可是却受精灵国王之托来到了青木山，并且他们来到这里后，还带来了一个消息，暗殿在月下迷宫吃了大亏，那些攻打远古精灵各个要地的暗殿大军已经全面撤退。不过远古精灵并未松懈，反而在加强各个要地的兵力，应对下次与暗殿的大战。但同时远古精灵也很放心不下青木山，所以此次不仅让无量仙人与雪发仙人前来支援，远古精灵的大军同样来了不少。雪发，话不能这样说，楚风小友的结界之术要在我们之上，他是当今5支圣土，结界之术能与楚风小友相比较的，也唯有通天仙人了。练兵仙人说道。亲眼看到楚风眨眼之间便掌握了那足以封印月魔的阵法后，练兵仙人深知楚风结界之术的厉害。楚风小友的确天资聪慧，更何况结界之术本就是世界上最强的防御手段，甚至有传说界灵师才是世界上的最强者。只是没人能够善用结界之术，才导致5支圣土上的人们在修武与修炼结界之术方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修武。但楚风小友在结界之术方面的造诣远非我等可比。无量仙人也是开口对楚风同样是夸赞连连，这个评价未免太高了吧？听得此话，雪发则是一脸的不信。尽管他很欣赏楚风，但却并不觉得楚风的结界之术会是当今5支圣土除了通天之外的最强者，因为他很清楚灭世仙人能够排在10仙之第2，不仅是因为他的修为，最主要的是他的结界之术非常强大。而看练兵仙人的说法，显然楚风的结界之术已然超越了灭世，这他很是怀疑。雪发，不要忘记，楚风小友乃是修罗界灵师，不说别的，只是他能让修罗界灵师臣服于他，已是无人可比。练兵仙人说道。的确，当初的楚风的实力绝对不能以他眼前的实力来估算，当初的楚风还只是一品半帝，可却在我南宫地族放出了一只1品5帝级别的修罗恶灵。那只修罗恶灵虽然只是1品5帝的修为，可却差点将我南宫地族夷为平地。虽然后来被我击退，可我也是受了伤，并且我有预感
那修罗恶灵的实力并没有完全展现，否则就算是我，也未必能够胜他。而这就是楚风小友所具备的潜力。南宫龙剑说道。这一刻，雪发仙人也是说不出来，因为楚风的种种事迹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皆是不可思议之事。事实上，听得了南宫龙剑的话后，不仅是雪发仙人惊讶，在场的大人物们皆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毕竟，关于南宫地族修罗恶灵的事情，知道详细经过的人并不多。他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得知这件事的原委。尽管早就知道楚风厉害，但楚风展现出的一直是逆天战力和强大的响血脉，所以他最受关注的也是修武方面。相比之下，结界之术上，楚风的关注度倒没有那么高。但现在人们才真正的意识到，原来楚风的结界之术才是最恐怖的。这一次，楚风闭关的时间很长，自打他闭关开始，已经足足过去了2个月，而楚风还没有出关。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守在门外的人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甚至很多人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什么都不做，只是守候在此处。虽然人们都知道楚风天资卓越，可同样也很担心楚风，毕竟楚风此次的目标实在是太难了一些，不止一座连5帝巅峰都攻不破的结界大阵，这是5之圣土那么多的界灵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何况楚风是在实实在在的做。人们倒不是还安排楚风失败，只是害怕楚风为难自己，伤害到了自己。不过就在楚风闭关的2个月03天的清晨，一阵轰鸣之音缓缓响起，那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楚风见到大门打开，人们皆是激动不已，一拥而上的围住了楚风。楚风，你怎么了？而看到楚风之后，人们又是神情大变，紧张不已。此刻的楚风不仅脸色苍白，整个人更是虚弱的很，比入关之前足足瘦了3圈。已是皮包骨的他早就脱了相，连模样都变了。然而众人如此担心，楚风却是面带微笑，看着众人说道：诸位前辈，我成功了。楚风虚弱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后，便眼睛一闭，身子一在，竟晕了过去。楚风见楚风晕倒，众人更是紧张不已，而练兵仙人等界灵师不仅第一时间将楚风搀住，更是赶忙查探起楚风的伤势，甚至在查探之时便将无数奇珍异草、疗伤至宝给取了出来。为了救楚风，莫说是宝贝，让他们拿自己的修为换，也是心甘情愿。楚风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楚风他到底怎么样？南宫龙剑等人忍不住询问起来。倒是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练兵仙人眉头紧皱，苍老的脸上满是心疼之色。只是什么？众人连连询问，连心脏都快跳了出来。他们真是怕楚风出什么问题。楚风的身体太虚了，就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样，已经伤了根基，短时间之内怕是无法恢复。练兵仙人说道。怎么会这样？众人不解，同时更为担心，定是楚风为了研究阵法，不顾自己的身体，超负荷的使用精神力去沟通结界之力。这个孩子未免太拼了一些。张天翼的父亲张明说道。张明虽不是10仙之一，可却也是一位龙纹界灵师，结界之术也是极强，所以他也能够查探出此刻楚风的情况。听得此话，如百里玄空等青木山之人，以及江无伤、张天翼等楚风的好兄弟，都是不由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楚风若是自为自身安全，大可不必如此。而楚风之所以要研究那阵法，为的乃是他们的以及青木山众长老与弟子的安危。如今青木山可谓汇集了5之圣土最强大的几位龙纹界灵师，他们的医治手段可是非常了得的。可哪怕如此，几位龙纹界灵师却一致认为，楚风若要苏醒，没有1个月的时间不可能；若要身子彻底康复，怕是也要半年的时间，搞不好还会影响日后的前程。然而楚风却再度给予了他们一个不可思议，只是短短2日，楚风便苏醒了。苏醒之后，楚风的身体虽然仍有些虚弱，可却比众人预料的要好得多。之前他损坏的根基已然痊愈，日后无论是修武还是修炼结界之术，都不会受到影响。并且看这个样子，哪里需要半年？在各种辅助药品的帮助下，只要几日，楚风就可以彻底康复。最重要的是，苏醒之后的楚风虽然身体仍有些虚弱，整个人都很是兴奋与激动。几位前辈，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只要几位前辈帮我，我定然可以布置出一座守护青木山众人的大阵。这个大阵足以容下青木山的所有人。楚风激动地说道。楚风，是说真的？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练兵仙人等人却有些不太敢相信楚风的话。尽管他们已是对楚风很有信心，可只是2个月的时间，便研究出一座可以阻挡5帝巅峰的大阵，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些。前辈们，你们请看。楚风也不废话，直接从床上一跃而起，来到大殿之中。楚风，此刻这浩瀚的大殿内聚集了很多人，这些人都是与楚风有关系的熟人，因担心楚风而赶到此处。只不过此刻的楚风并没有打算与众人打招呼，而是在挽起衣袖后，便开始以手为笔，以结界之力为墨，开始勾了阵法的布置图。那金灿灿的黄级结界之力布满了整座大殿，就像是一个金色的星空，异常耀眼。莫说诸位界灵师，就算是不懂结界之术或是结界之术低微者，看到此刻的一幕，也都是心醉不已。单用看的，他们也能看出楚风所勾勒的这座阵法布置图是多么的神奇与利奥的，太不可思议了。楚风他竟然真的成功了，若不是他勾勒而出，我真的不敢想象结界之力原来可以这样用，这样的布阵方法是我完全想不到的。此刻雪发仙人异常激动，之前最不相信楚风的界灵师是他，可是此刻最激动的界灵师也是他。向来以高冷与残酷面对世人的他，此刻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实在是楚风此刻展现的这个结界大阵都布阵图太过了不得。此刻雪发仙人的感受就像是得到了一个他梦寐以求
却又明明得不到的东西一样。虽然楚风勾勒的只是一个布阵图，但在雪发仙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他自己无法创造出的艺术品。这阵法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想象，楚风能够创造出来已经很是不可思议。可是楚风他居然还能够以如此简洁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让我们一看即懂。楚风，你真是天才，颠覆我之想象的天才。楚风小友，你可真是让我练兵自愧不如啊！此刻练兵仙人也是赞叹不已，因为楚风不仅研创出了堪称不可能的阵法，而这阵法的布置图也同样利奥的是他们所无法勾勒出来的，的确是自愧不如。无量仙人与张明表示赞同，但他们同样是满面的赞叹，同时也是激动不已。这么说来，楚风他真的成功了，他可以布置出一座连5帝巅峰级的强者都无法攻破的大阵。百里玄空激动地问道，而百里玄空这一样问，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一时之间，这浩瀚的大殿安静的都能够听到众人的心跳。可以，我们现在的确可以了。练兵仙人等龙文界灵师一同点头。听得此话，本平静的大殿之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所有人都是激动不已，甚至有些人不仅热泪盈眶，更是直接哭了出来。因为经过之前的一些事情，他们都已经察觉到了暗殿的可怕。本来他们觉得暗殿若是袭来，他们都是要惨死的，但是现在有了这座大阵，他们便可以安全了，这让他们怎能不激动？激动之余，张天翼与江无伤等人更是将楚风高高举起。相比于老一辈强者，他们更为兴奋，因为楚风是他们的兄弟，所以他们更以楚风为骄傲。你们干什么呢？楚风还很虚弱，快放他下来！然而见到这一幕，雪发仙人却是怒喝一声，甚至激动之下，他直接将楚风从江无伤等人的手中给抢了下来。可哪怕已然将楚风夺下，他仍然是恶狠狠地瞪江无伤与张天翼等人一眼，说道：“你们疯了吗？楚风好不容易苏醒，若是被你们弄昏，我就宰了你们！”雪发仙人双眼通红，杀气腾腾。张天翼与江无伤顿时被吓得愣在了那里，有些不知所措。而此刻，练兵仙人等人则是忍不住偷笑起来。之前楚风闭关，雪发仙人还发话刁难，可是见楚风受伤后，他却比任何人都紧张，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刀子嘴豆腐心。不对，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魔头。但是在楚风面前，他的确是变成了豆腐心。雪发前辈，我无大碍。楚风颇为尴尬的笑道：“真无大碍。”雪发仙人则是有些怀疑：“真的？”楚风说话之间，将一颗疗伤丹药吞服而下，随后意念一动，无上秘技朱雀复活术便被其施展而出。而朱雀复活术一经施展，楚风整个人的气色便开始急速恢复。眨眼之间，楚风不仅模样恢复的与之前一模一样，气色也是与没事人一样。楚风，你这是什么手段？竟然如此神奇！雪发仙人睁大了眼睛，一脸的惊奇。而众人此刻尽管也都为楚风的手段而震惊不已，可是脸上却皆是狂喜之色。楚风能够痊愈，他们自然高兴。会长大人，不好了！然而就在此刻，忽然一位青木盛会的长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发生什么事了？竟如此大呼小叫，不成体统。此刻百里玄空本来心情极好，忽然有人大呼小叫，让他很不高兴。天道府的大军已经进入青木领域，此刻正在向我青木山攻来。那位长老说道：“竟然真的来了，他们还真是有胆子。”得知此事，梁华大人顿时剑眉倒竖，一股寒意自体内弥漫开来。至于练兵仙人、无量仙人、雪发仙人、南宫龙剑等诸多大人物，也皆是如此。对于这个消息，他们没有感到意外，反而像是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一样。天道府的大军，莫非在我闭关的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此刻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虽然之前在月下迷宫，他暴怒之下当众杀死了匡魁，那个时候楚风就知道天道府会报复他，只是就算天道府报复，但是在场的人们也不会像是早就收到消息一样，有着如此充足的准备，所以楚风知道肯定是在他闭关之时发生了什么。楚风，那天道府太不要脸，既然他敢来，那就必须给予他们一些教训，否则他们还真以为他天道府是5只圣土的老大不成？梁华大人说道。而之后，楚风也是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当日楚风斩杀匡魁之事越传越凶，天道府碍于颜面，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天道府向全天下发话于天下，限楚风1个月内前往天道府，给天道府一个交代，否则天道府就率领大军踏平青木山。这个消息一经传出，整个5只圣土都是炸开了锅，但是青木山却平静的很，根本就没有回应天道府。因为如今的青木山早就今非昔比，聚集着无数高手，并且还有梁华大人这位8品5帝坐镇，所以现在的青木山虽然仍为9世之一，可青木山的能量早就超越了4大帝族，再加上有远古精灵撑腰，怎么可能惧怕天道府？事实上，如今的青木山不仅不怕天道府，反而希望天道府攻过来。他们正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如今的青木山究竟具备着怎样的实力。这一战不仅仅是为了青木山的荣誉，最主要的是他们要捍卫楚风的尊严。梁华大人，那您的意思就是迎战天道府？楚风问道。难不成还怕他们？这自然是要战的。梁华大人笑着说道。那我明白了。楚风也是微微一笑，有了梁华大人这句话，楚风顿时就有了底。于是楚风身子一动，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出了这座大殿，跃上了高空，向青木山的正门飞掠而去。而在楚风之后，众位强者皆是一跃而起，如同数道流星一般，跟随着楚风一同而去。楚风小友，当楚风飞出青木盛会，来到青木山的正门之际，数道强大的身影便飞掠而来，纷纷与楚风打起了招呼。这些人皆是5帝级的强者，
乃是之前在月下迷宫被楚风所救，而他们也都遵守诺言，成为了青木山的挂名长老。如今与青木山众人一起准备抗战天道府。雪刀前辈，连你也来了。楚风看到人群之中的一位老者，顿时心中一喜，那位正是雪刀狂魔。雪刀狂魔并没有加入青木山，显然是在得知天道府要攻打青木山之后才赶过来的。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天道府与你过不去，就是与我过不去，我绝不轻饶。雪刀狂魔拍着胸脯说道。此刻这位老者的身上没有一丝恐惧，有的反而是浓浓的兴奋，早已做好了与天道府厮杀的准备。那好，今日我便与诸位并肩作战，会一会天道府这个所谓的名门正派。楚风高声说道。而听得此话，众人则是开怀大笑。楚风那句名门正派对天道府是何其的讽刺，而楚风说话之间则是走到人群的最前端。当其仔细观察之后，楚风才发现如今的青木山外还真是热闹，远处无论天上地下，甚至虚空之中皆是人影，那些都不是青木山的人，也不是青木领域的人，来自五之圣土的各处，显然是天道府要攻打青木山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好事之人前来凑热闹了。然而有人观战却是正合楚风之意，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子，不是谁都能欺负的，哪怕是传承数万年早就名震五之圣土的天道府也是不行。今日他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与天道府做个了断。楚风等人已然做好迎战的准备，不过自五之圣土各处前来的围观之人却根本寻不到楚风等人的踪影，因为青木山如今强者如林，早就在青木山之外张开了一层结界，这结界覆盖了整个青木山。青木山的人虽然可以透过那结界看清外面的一切，可是结界之外的众人却根本看不到青木山内的阵容。忽然之间，远处传来阵阵咆哮之音，那是猛兽的嘶吼，如雷鸣一般，在远处回荡。顺声观望，众人皆是眼前一亮，大片白云正自远方而来，就像是一条白色的巨浪在青天之上流动。而靠近之后，人们可在那滚滚白云之中看到道道大旗正在随风摇摆，那是天道府的战旗。很快的，天道府的人马出现了，整齐的大军各自手持兵器，不仅整装上阵，更是傲气冲天，宛如天兵天将驾临于世。但伴随着天道府人马出现的同时，还有无数着强大的妖兽同样是踏云而来。那些妖兽不仅凶神恶煞，体长更是长达几十米，甚至最大的几只长达上百米，奔走于天际之上，当真是遮天蔽日之物。单单是这些妖兽发出的怒吼，便足以让天地震颤，让无数人为之胆寒。然而这些凶猛而巨大的妖兽却只是坐骑而已，他们的身上不仅有天道府的高手驾驭着，他们的身后则是拉着一个个巨大的战车，而那战车之上便是天道府的大军。天道府果然来了，大家快看，为首之人的气息好是恐怖，就好像他看我一眼我都会爆铁王一样，那不就是天道府的府主吗？天道府大军气势磅礴，而为首的那位更是让众人为之激动。在感觉血脉翻涌之时，同样也是毛骨悚然。这位老者一袭白衣胜雪，一头白发更是雪白的瀑布一般，在天际之上飘洒着。除了这整洁的装扮，这位老者本身的面容也是极为的俊朗。明明已是糟老头子，可是他的脸上却寻不到一丝皱纹，肌肤竟如婴儿一般稚嫩。而这样的脸庞配上那雪白的浓眉，这俨然就是一个帅气到令人发指的老头子。这个老头在五之圣土更是大名鼎鼎，他是天道府的府主，名为端木飞羽。而在端木飞羽的两旁，则是站立着两位头戴发冠的老者。这两位的发冠上，一位写着天，一位写着道，乃是天道府除了端木飞羽外最强的两位。一位是天府主，一位是道府主，二人皆是天道府的副府主。那些修为强横的天道府当家长老也就算了，天府主与道府主两位副府主来了，就已然令人倍感意外。现在居然连天道府的府主端木飞羽都亲自来了，这可谓是天道府的最强者，几乎都到场了呀，这未免也太兴师动众了吧？青木山能够顶得住吗？见到这个阵容，人们对青木山深感担心。虽然青木山在最近强势崛起，但在人们看来，青木山崛起的时间还是太短，再怎么样也无法与传承数万年始终位于人族最强的天道府相比。天道府若是只派来当家长老以及两位副府主倒还好说，现在居然连府主大人端木飞羽都来了，这当真是要赶尽杀绝了。人们都不觉得青木山挡得住，毕竟天道府的两位副府主已是7品5帝的修为，而府主端木飞羽更是一位8品5帝，无限接近5帝巅峰的存在。这样强大的人物，就算练兵仙人、南宫龙剑、雪刀狂魔这些强者，如今全都在青木山，也显然不是其对手啊。毕竟端木飞羽是五之圣土上最巅峰的几位大人物之一，真正的最强者。在没有帝王的时代里，谁能与端木飞羽抗衡？他是只有人王府府主、地狱府府主以及远古精灵的国王了吧？楚风，我知道你就在青木山内，不想青木山被灭门，便速速出来受死，否则我今日便踏平青木山。端木飞羽冷声说道。踏平青木山，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这一刻，楚风的声音猛然响起，紧随其后无数道身影开始自青木山的结界之中飞掠而出。快看，是青木山的大军出来了，他们果然早有准备。眼见着青木山的众长老与弟子整整齐齐的自青木山内飞掠而出，且刻有青木2字的战旗在半空飘扬。本就激动的众人又感热血沸腾，因为青木山的实力超乎他们的想象，单单是5帝强者就有1000多位，并且几乎都是早就名扬5之圣土的大人物。但是此刻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全部穿着青木山的衣服，而在这些强者之中，为首的便是楚风。楚风此刻早就施展出了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并且手握盘龙怒斩，
磅礴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位小辈的强大。再加上楚风的两侧站着的乃是练兵仙人、无量仙人、南宫龙剑、雪刀狂魔、雪发仙人等一众武之圣土、大名鼎鼎的强者，那股气势更是直冲云霄，霸气非凡。想不到这么多人都加入了青木山，我们终归还是小看了青木山啊！难道说传闻都是真的？这些人都是因为被楚风所救才加入青木山的？楚风的号召力未免太可怕了一些吧？那些可都是任何势力都拉不动的老顽固啊！看到此刻楚风两侧强者后，人们当真是想不惊叹都难，因为这个阵容实在是太恐怖了。在人们看来，如今能与这个阵容抗衡的势力唯有4个，那便是天道府、人王府、地狱府以及远古精灵。除了这4个势力外，就算诸多妖兽种族以及4大地族，也都显然不是楚风的对手。虽然此刻青木山展现的实力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就连天道府的许多长老都是眉头紧皱起来，可是天道府的府主端木飞羽却是一脸的不屑，先是冷哼一声，这才看着楚风说道：“你便是楚风？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问？”楚风说道：“你真的觉得靠你们这些人就能够挡住本府主？”端木飞羽话到此处，又逐一的看向练兵仙人等诸多强者，随后大声喝道：“你们真的觉得你们能够挡得住我？”这一句怒喝，顿时狂风大作，不仅一股汹涌的力量席卷这方天地，更是让每个人的心中都掀起了一阵风暴。对方可是8品武帝，天道府府主端木飞羽，多年前便名震武之圣土的超级强者。虽然青木山如今也是高手云集，可是论名声、论实力，没有一个可与端木飞羽相比啊！青木山真的挡得住天道府吗？事实上，不止围观之人这样想，就连青木山自己人也这样想。以青木山的实力，是挡不住天道府的。那加上老夫一个，你看如何？就在此刻，又有一道身影忽然自那结界之中飞掠而出，是远古精灵的4大元老之一梁华大人。这位是梁华大人一经现身，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因为他们都能够看出来，梁华大人这个模样，俨然就是远古精灵。最重要的是，梁华大人不仅没有隐藏气息，更是展现出了他的实力，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梁华大人那不输于端木飞羽的气息。8品武帝，这个气息竟与端木飞羽相同。这么说来，他就是8品武帝。这位是谁？怎么会如此强横？莫非他就是远古精灵的国王？许多人并不认识梁华大人，也不知道远古精灵的真正实力，而人们见梁华大人实力强横，竟纷纷觉得梁华大人很可能便是远古精灵的最强者，国王陛下。而事实上，莫说旁人，就连端木飞羽看到梁华大人后，也是眉头微皱。旁人不认识梁华大人，他可是认识的，他自然知道梁华大人是不弱于他的存在。怎么了，端木飞羽？莫非不认识了老夫不成？梁华大人高声问道。他看向端木飞羽的目光有着一抹轻蔑，怎么可能忘记远古精灵4大元老之一的梁华？端木飞羽笑着说道：“4大元老之一，梁华大人，我倒是听过这位，可是从未见过。难道说他真的是梁华大人？可是4大元老的梁华大人也有这个实力，那么远古精灵的国王陛下又会何等强横？”人们都听到了端木飞羽的话，一时之间又惊又叹。他们忽然意识到，远古精灵似乎要比天道府强横。既然知道我是谁，还不速退？莫非你天道府是要与我远古精灵为敌不成？梁华大人冷声说道。梁华，这么看来，你远古精灵是真的要护着这个楚风了？端木飞羽问道。楚风小友早已是我远古精灵的同盟，你若敢动楚风小友，便是与我远古精灵为敌。而我远古精灵的实力，你天道府应该清楚。莫说你天道府就算是人王府、德玉府联手，也不可能是我远古精灵的对手。梁华大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更是让不明真香者对远古精灵的实力刮目相看，因为像梁华大人这种存在，是绝对不会吹牛皮的。再看端木飞羽的反应，也没有反驳梁华大人的意思，这便更让人们觉得梁华大人所说乃是属实。远古精灵具备着连3府联手也是不敌的恐怖实力。他们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之前认为3府可与远古精灵相比肩，完全就是愚蠢的想法。原来远古精灵才是武之圣土真正的最强势力。然而听得梁华大人的话后，端木飞羽不但不惧，反而一阵大笑，这个笑声可谓挑衅之意十足，让梁华大人非常的意外。换作之前，端木飞羽看到他可是要敬让3分的，今日这是怎么了？于是梁华大人冷声问道：“端木飞羽，你是找死不成？”梁华说实话，换作之前，若是你要护着这楚风，我真会给你一个面子。但是现在你远古精灵已是自身难保，居然还来管这楚风与我天道府的恩怨，我看找死的不是我天道府，而是你们远古精灵啊！端木飞羽说道。听得此话，梁华大人顿时气得双拳紧握，他终于知道为何端木飞羽胆敢这样与他叫嚣了。原来是他知道了暗殿与远古精灵正在大战，所以才敢这般。这么说来，你们是与暗殿联手了？梁华大人问道。不，我天道府可不屑与那种势力联手，但我不得不承认，暗殿的确是帮了我个大忙，至少我天道府不用再看你远古精灵的脸色了。端木飞羽，就算我远古精灵与暗殿交战，可想灭你天道府也是不难。梁华大人怒了，他绝对容不得任何人小看他远古精灵。他说话之间，便来到青木山的大军之前，磅礴的威压排山倒海一般向天道府的大军压迫而去。然而那威压还没靠近天道府的大军，忽然在半空爆炸开来，而那气浪也只是向青木山的方向肆虐，根本无法靠近天道府的大军，就好像是有一堵无形的墙阻挡住了一切一般。是什么人？鬼鬼祟祟的，给我滚出来！此刻梁华大人极为不爽的大喝一声，他知道挡住他攻击的并非是天道府府主，而是另有他人。梁华大人，之前一直觉得您老很是厉害，今日这一交手，我才发现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吗？
果不其然，梁华大人一声怒喝之后，在那堵无形的墙前出现了一道身影。这位一头黑发披肩，浑身衣袍摆动，虽然是中年人的男子的模样，可是看到他之后，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位乃是人王府的府主荀凤阳。人王府的府主也就算了，在人王府府主出现之后，在天道府大军的旁边竟也是白云滚滚，而在那滚滚翻腾的白云之中，同样是战旗摆动，是人王府的人马。不仅人王府的府主来了，人王府居然如同天道府一样，几乎是倾巢而出，所有高手都派了出来。荀凤阳，你是要与端木飞羽联手？梁华大人此刻也是眉头紧皱，若只是一个天道府，以他的实力还真是不惧，可是现在居然多出了一个人王府，哪怕是他也是感觉压力巨大。借用楚风小友的话，既然都看出来了，您又何必多此一问呢？荀凤阳笑眯眯地说道，你与楚风又没有恩怨纠葛，为什么也要对付楚风？梁华大人问道，我本人以及人王府都与楚风没有任何恩怨可言，可是梁华大人您不是与天道府也没有恩怨吗？那您为什么要帮楚风小友？为什么要帮青木山呢？荀凤阳继续笑道，这么说来，你人王府今日势必要与天道府与我青木山一战了。此刻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你说的对，但却也不全对。荀凤阳淡淡一笑，随后说道，我来此处与天道府的目的一样，并非是要与青木山一战，而是要取你的性命。话到此处，荀凤阳竟猛然出手，他探出手来对着楚风一指，顿时一道武力化作金光，宛如金色箭矢一般飞射而出，不是对准了梁华长老，而是径直的对准了楚风。这一击若是击中，楚风乃是必死无疑，毕竟不管楚风如何强横，也绝对不会是8平5地的对手。然而荀凤阳的一指攻击还未靠近，便被挡了下来，有梁华大人在，荀凤阳这一击自然是无法伤到楚风。找死！此刻梁华大人也不过多的废话，将地兵取出，直接向荀凤阳攻了过去。因为换作之前，无论是荀凤阳还是端木飞羽，都不敢像今日这般与他说话，可是现在他们不仅敢，而且还做了，那全是因为暗殿牵制住了远古精灵，让他们找到了对付远古精灵的机会。这让梁华大人看清了荀凤阳与端木飞羽的想法，就算他们现在还没有与暗殿联手，但是迟早会与暗殿联手，因为他们一直想要除掉远古精灵，而只要想到他们之前对远古精灵避让3分，如今却敢这般，梁华大人便极为的愤怒。来吧，让我领教一下远古精灵的元老梁华大人究竟有几分真本事。荀凤阳也不惧怕，掌心一翻，取出一把地兵，便与梁华大人站在了一处。二人皆是8平5地，实力相当强横，而二人战斗所造成的余波也是异常凶猛。看到二人的战斗，许多围观之人赶忙向远处退去，他们生怕一道余波飞掠而去，将他们化为灰烬。毕竟那可是5之圣土最强者的战斗。梁华，今日我是非杀楚风不可，敢打我者，我皆斩之。就算你是远古精灵，但我也不会客气。就在此刻，天道府府主端木飞羽亮出一把地兵，加入到了战圈之中。杀呀！而在天道府府主加入战圈之后，天道府的大军之中也是传来一阵喊杀之音。他们出手了，虽然平日里以正义之士自居，可是现在的他们便是一群狼虎之士，要杀掉所有与青木山有关之人。杀！而此刻，楚风也是大喊一声，随后第一个掠向了天道府的大军。见状，练兵仙人、无量仙人、南宫龙剑、雪发狂魔等众多高手也是纷纷出手，与天道府的大军站在了一处。虽然天道府威名赫赫，是早已成名的顶尖势力，但是如今的青木山早已今非昔比，足足1000多名5地强者就已经够天道府的千万雄师吃上一壶的了。青木山以少胜多，竟隐隐间占据了优势。杀！然而就在这时，人王府的大军却也出手了。人王府这一加入，本已占据一些优势的青木山顿时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之中。果然不行，不管青木山如何厉害，也不可能是人王府与天道府的对手啊！不止如此，远古精灵的那位梁华大人以1敌2，也是力不从心。毕竟他的对手可不是寻常的5地，而是天道府与人王府的2位府主大人。大战刚刚开始，但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这让人们都为青木山捏了一把冷汗。虽然他们来到此处为的是看热闹，可是楚风与天道府的恩怨，他们早有耳闻，扪心自问，他们也都觉得楚风没有什么不对，而是天道府处处刁难，不断的挑是生是非，所以他们并不希望楚风败。毕竟这可是一个极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帝王的好苗子。甚至有人觉得天道府极力的刁难楚风，就是想要铲除楚风，他们是怕楚风成为下一个清玄天，危及他们人族最强势力的地位。事实上，楚风还未成为帝王，他的号召力就已经异常惊人，至少如今的青木山不比天道府弱上多少，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是真男人！就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忽然之间，远处传来一声怒喝，随后一团黑色的火焰滚滚而来，宛如流星一般射入战场，所过之处，青木山的人安然无恙。可是天道府以及地狱府的强者皆是人仰马翻，轻者口吐鲜血，重者当场爆体而亡。最终，那团黑色的火焰径直地掠向了天道府的府主端木飞羽。见状，端木飞羽赶忙运用地兵向其挥斩，想用地兵的力量将那黑色火焰战切开来。而他这一击果然非同小可，黑色的火焰四下飞舞。然而当那黑色的火焰飞舞消散之际，能够看清者皆是神情大变，因为那黑色的火焰消散后浮出的是一个身影，这同样是一个中年男子的模样。可是这位中男子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成熟，更是浓浓的邪性。他一袭黑衣，配上那杀意腾腾丹凤眼以及带着坏笑的黑色嘴唇，简直是邪气十足。而5之圣土上的许多人几乎都认得这位乃是地狱府的府主
魂惊天，梁华前辈、晚辈魂惊天，来助前辈一臂之力。地狱府的府主现身后，先是对着梁华大人善意的一笑，随后抽出一把黑色的长剑，便向天道府府主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哈哈，魂惊天，你来的正是时候。本来很是郁闷的梁华大人，看到的狱府府主之后，顿时大笑连连。他以一己之力，的确不是天道府与人王府2位府主的对手，可是当地狱府府主现身后，那他便是2对2。2对2的话，他便是压力大减。